警察让女孩还原杀人现场，可她却绑了个可爱的蝴蝶结。很显然，她根本不清楚杀人经过。果然，在选择凶器时，她又忘了哪个才是正确的颜色，于是只好用眼神求助。躲在人群中的警长指了指自己咖啡色的被单，女孩这才拿起深色枕头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关怀，为此每个人称他为亲切的金子，而他也因此受到监狱的保障，并积攒了大量的人脉。然而没人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金子的伪装。直到他出狱那天，牧师发现了他的真面目。 두부처럼 하얗게 살라고 다시는 죄짓지 말란 뜻으로 먹는 겁니다. 너나 잘하세요. 此刻，金子终于卸下伪装，决心要找到那个男人向他复仇。为此，他整整隐忍策划了13年。然而，金子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却是找到当年被害的男孩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切纸赎罪，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也是个杀人犯。原来，当年金子意外怀孕，惨遭男友抛弃，不敢向家人坦白的她，只好求助于曾爱慕自己的老白。可谁知对方竟是个变态，他表面上是和蔼可亲的幼儿园老师，却以金子女儿为要挟，逼迫他帮忙绑架了一个无辜男孩。 可谁知老白在拿到赎金后，竟直接残忍的撕了票。得知此事的金子深感懊悔，觉得是自己间接害死了男孩。因而当老白逼他去自首顶包时，金子既是为了保护女儿的安全，也是想为自己的懦弱赎罪。但接下来复仇将是金子唯一的目标。由于许多狱友都曾受过他的恩奉，因而当得知他想要报仇时，那自然是在所不辞。尤其是这对雌雄大盗，当初在一场抢劫中，女人因身体缘故被掳入狱。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身体虚弱，结果却被告知是肾衰竭。然而就在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时， 金子竟主动捐了一个肾给他。既然此刻金子找到了他们，那夫妻俩自然全力相助。随后，金子拿出一本经书，并将书一页页撕下，最后竟拼成一张手枪的制作图。而这本经书也是来源于监狱。原来有一老人曾是顶级间谍，入狱后却因患上老年痴呆，遭到了所有人的厌恶，唯独金子对他不离不弃，日复一日的贴身照顾他。因而当老人得知他想要复仇时，便将那本经书送给了金子。 很快，手枪便制作完成了。虽然设计很是精美，但可惜射程却极短。 싹 붙여대미대 심장 뛰는 소리 들리고 이마에 땀방울이 보이면 좋고 金子深知踏上复仇之路后很可能有去无回，于是便想再见女儿最后一面。可当他找到收养中心时，对方却以金子曾是罪犯为由，拒绝向他透露任何女儿的下落。无奈金子只好深夜偷偷潜入，并找到了相关领养资料。很快，金子就在澳洲找到了女儿。见女儿和养父母相处融洽，加上他的复仇很可能会让女儿陷入危险，于是他便想着独自离开。结果女儿却硬要跟他一起走，甚至还以死相逼，这让金子不得不做出了妥协。然而当金子准备继续复仇时，那个牧师却再次找上了门。当他发现金子的转变后，竟希望他能跟自己重新开始，结果却被金子冷言拒绝。 저 개 좀 있어요. 这让牧师彻底心碎。然而让金子没想到的是，牧师竟因此怀恨在心，开始跟踪拍摄他的一举一动，并将他的行踪全部卖给了老白，以此来报复金子的背叛。很快，牧师就发现了金子最大的变态，他竟与老白妻子在偷偷会面。原来伊真也曾是金子的狱友，当初他一入狱就成了狱霸欺凌的对象，只为了能睡个好觉，狱霸便迫使他整夜驱蚊，哪怕仅仅是被叮了一下，伊真就会遭到无情的毒打，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竟强行让他伺候了整整一天，这让伊真倍感屈辱。但所有人都不敢为他出头，直到金子暗中设计，让狱霸摔了个半身不遂。事后他又无微不至的照顾对方，殊不知每次送餐时，他都会往饭菜里加入漂白剂。虽然每次剂量很小，但3年的时间也足够致命。最后金子更是直接当面下了重毒，并为他吃下了这最后一口。빨리 죽어. 而伊真为了报答金子的救命之恩，出狱后他便故意接近老白，甚至成为了他的妻子。但伊真显然已经受够了老白的变态。 오늘 밤이야. 더 이상 못해. 아무리 네 일이라도.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幕却被牧师给拍了下来，并提前通知了老白。而老白在看到照片后，瞬间勃然大怒，回去后对着妻子就是一顿毒打，甚至还直接雇佣了2个杀手，堵在了金子回家的路上，意图将他的复仇扼杀在摇篮中。好在危急时刻，金子及时装晕骗过了杀手，等对方转头的一瞬间，另一人吓得急忙挟持女儿准备逃跑，可在这种危急关头，金子依旧保持着冷静，并没有因此忘记手枪的射程。而另一边的老白本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殊不知妻子早已在他的饭菜里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当金子赶到后，他将老白像死猪一样推到地上，然后就是疯狂的剪着头发，越剪越快，恨不得立马撕碎了对方。但他不想就这样便宜了这个变态。然而当金子打算先安顿女儿时，结果却在对方身上发现了一封信，而这封信正是写给他的。但让金子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当初女儿执意跟他回来。法律内只会是无休止的官司，可还是有家属犹豫了起来，觉得擅自处决凶手会背负上罪恶感。 가채? 저런 새끼 죽이는데 무슨 양심의 가채? 잡아놓고 안 죽이마! 그게 양심의 가책이야! 알아요!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对凶手的所有痛恨都被金子以实时播放的形式传到了凶手的面前。这是金子为他准备的特殊法庭。最终，这场由受害者家属组成的审判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恶魔。然而，在他们对处刑方式争执不下时，一个温柔的母亲站了起来。 꺼분해하는 건 너무 쉬운 것 같아요. 很快，家属们以孩子被害先后排好队，并纷纷准备好雨衣和处刑工具，甚至还有人为了下手时不手软，直接猛灌了几口烈酒壮胆。 세일 아버지니 그거 갚으 되겠어요? 쓰고 드릴까? 저第一个进去的是那温柔的母亲，面对她的质问，凶手竟还想为自己的恶行辩解。 세상엔 완벽한 사람은 없는 거예요, 사관님. 但他显然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伤害自家孩子的恶魔所积攒的愤怒。凶手也终于体会到了死亡的恐惧。下一组进来的是2对父母。 끝났고 죽나가 살아 돌아오는 건 虽然他们都明白人死不能复生，但此刻谁都无法阻止他们复仇的决心。很快，凶手的血就流了一地，但一个父亲显然早已按耐不住愤怒，上来就想拿斧子劈死凶手。